体力活，上了年纪后腰就可能有些不好，甚至有腰肌劳损的问题。这时腰部不能够直起来，手自然就会背到后面。其次，这也可能是一种自然反应，主要是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，因为很多年纪大的人有驼背的情况，这时走路身体会向前倾，那么背着手能够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。最后就是心态问题了，有些年纪大的人烦恼也很多，所以就喜欢背着手慢慢走路，这样或能轻松一些。不过还是不建议老年人背着手走路，因为人年纪大了，反应能力会比较迟钝，如果发生磕碰，这样呢反应不过来，就可能摔倒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那如果想要身体健康呢，平时要多注意锻炼，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和睡眠，或者常喝点菊花茶、苦荞茶，这样对长寿也有帮助。尿毒症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，尿毒症呢并不是突然出现的，和平时饮食有很大关系，尤其下面这3种食物最好少吃，否则肾会慢慢坏掉。第一种，含盐多的食物，生活中经常吃的咸菜、熏酱类食物都含有很高的盐分，如果经常吃，不仅会使血压升高，还会加重肾脏负担，从而诱发肾脏疾病，严重导致尿毒症出现。建议大家每天摄入盐分的量要小于5克。第二种，海鲜啤酒。现在正是吃海鲜喝啤酒的时候，但是海鲜和啤酒都含有很高的嘌呤，如果经常吃，很容易加重肾脏负担，导致肾脏受损。所以呢，想要预防尿毒症，海鲜啤酒也要少吃。第3种，辛辣食物。很多人喜欢吃辛辣的食物，但是呢，辣椒中含有辣椒素，不仅会刺激肠胃，也会给肾功能造成损伤，不利于肾脏健康。想要肾脏健康，还要多运动锻炼，也可以尝试一些养肾的食物，比如黑枸杞、黑豆、桑葚等等，对保养肾脏都有帮助哦。现在的人生病到医院以后，医生总会让你先抽血验血，那有的人就会有疑问，为啥一看病就要抽血呢？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。因为我们的血液在全身不断循环，会流经各个器官，血液也最能反映人的健康状况。如果身体是健康的，那么血液的各项指标都是合格的。但如果身体出现问题，那么血液就会出现异常。所以抽血可以辅助医生更客观区别和判断疾病。那我们每次抽血都会抽很多，那这些血最后都到哪里去了呢？其实有一部分的血会被拿去做检验，剩下的血就会被保存起来，以免还有别的检查项目。但是保存几天后，血液就会没有作用了，这时就会按照医疗垃圾被处理销毁了。所以大家也不要有那么多疑问了，抽血验血只是一项很正常的检查而已。不知道大家了解了？天气越来越暖和了，又到了穿短裤的时候，这时我们会发现有些男性的腿毛很旺盛，而有些人却很稀少。那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可能和2个因素有关。第一个可能和雄激素分泌有关，雄激素是男性体内非常重要的激素，如果雄激素充足，那么毛发也会很茂盛浓密，但如果雄激素分泌不足，腿毛就可能会稀少。所以呢，男性朋友要注意，如果雄激素不足，要及时的调理，可以常吃黑枸杞、牡蛎、板栗等食物，对补充雄激素有帮助。第二个可能和遗传因素有关。那大家都知道，不管是身高、眼睛等五官，都是有一定遗传性的，而毛发呢也不例外。如果父母的毛发都比较旺盛，那么下一代也可能会旺盛。相反，如果毛发稀少，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所以男性不用太过于担心，如果腿毛旺盛也不要乱刮了，因为这样会更有男人味哦。很多年轻人饮食不规律，经常的叫外卖吃，时间长了，遭罪的就是我们的胃，出现各种胃部疾病。今天给大家推荐2种食物，可以帮助养胃护胃。第一种，南瓜。南瓜呢是一种性温味甘的食物，营养十分丰富。南瓜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果胶，尤其是果胶能帮助保护胃黏膜，预防胃溃疡。所以胃不好的人经常吃一些南瓜，可以保护胃部不受到伤害。第二种，桑葚。桑葚是一种好吃的水果，它味甜汁多，很多人都喜欢吃。桑葚含有的营养也很丰富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氨基酸、胡萝卜素和花青素，能帮助修复受损胃黏膜，抑制幽门螺杆菌。所以常吃些桑葚也能够提高胃动力，养胃护胃哦。
俗话说胃病3分治7分养，所以呢养胃很重要。除了南瓜和桑葚，还有很多养胃的食物，比如大麦茶、苦荞茶、蜂蜜等等，大家呢都可以常吃些哦。话说10人9胃病，现在胃不好的人越来越多了，而且很多呀都是年轻人，这跟不好的饮食习惯有关。那胃不好的人饭后会有2种表现，大家要注意。表现1：饭后胃疼。肠胃不好的人吃完饭后会经常出现胃胀、胃痛的情况，若总是这样，就要好好的养胃了。表现2：饭后烧心反酸。如果饭后总是出现反酸烧心的情况，这要警惕幽门螺杆菌了，也会给肠胃造成伤害。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你中招了吗？如果胃不好，可以常喝1种水哦。大家可以常用大麦泡水喝。大麦茶营养丰富，其中富含膳食纤维、矿物质以及维生素，具有开胃、消化和解油腻的作用，能够帮助保护胃黏膜。经常的用它泡水喝，有非常好的养胃护胃的作用。肉是很多人喜欢吃的。那除了猪肉呢，猪身上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吃，不过有2个地方最好别吃，可能对身体健康不利。第一个，猪的脖子。大家都知道，脖子这里呢有甲状腺和淋巴腺，那猪脖子也是。如果处理不好的话，很容易呢残留毒素和细菌，若是吃进肚子里，对健康是很不利的。第二个，猪的肺部。肺主要是呼吸用的，那因为猪的生长环境可能是很复杂的，这样就容易使有害物质或者寄生虫进入到肺部，如果吃了也不利于身体健康。所以上面的这2个部位大家还是不要吃了。但是呢，现在猪肉也是有点小贵，建议大家还是多喝点养生茶吧，比如冬瓜荷叶茶、蒲公英根茶、苦荞茶等等，对身体健康有益哦。好啦，就发布到这儿吧。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的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。下期见，拜拜。